如果你不在意积分的损失，你可以关掉这个零损的模式，纯拿 LP 去挖矿，年化收益可以很轻松达到 30% 左右的水平。如果大家还不满意 30% 的稳定币挖矿收益该怎么办呢？有一个方法，但风险会相应的稍微有点提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alk 圈节目，我是 CH。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，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以此来判断自己要进场或是离场，币圈有一个很知名重要的指数——恐慌贪婪指数。从波动率、交易量、社交媒体、市场调查、主导地位、谷歌趋势6个维度来量化目前市场的情绪，属于是贪婪还是恐惧。如果市场以极度贪婪的情绪占主导，适当的持有一些稳定币，留有子弹或许会更加保险。为了准备这期的视频，我看了10多条攻略，数十个项目。视频的重点一句话：稳定币如何获得最高的真实收益？记得我说的是真实收益，能够真实看见利息收益的办法。现在市场出现了太多空头积分的活动，有些值得，有些不太值得，让我们质押了宝贵的资产，浪费了机会的成本。如果你厌倦了积分，你想看见每天能够挖到的代币，那么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盘点目前行业内稳定币收益的几个办法。我分成了3个策略给各位，介绍每一个策略过程当中，我会把调研发现到可参与的项目顺便分享和展示给各位，方便各位结合策略来进行实操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第一个策略，稳定币借贷，逻辑很容易理解，把稳定币存在借贷协议当中，从中赚取存款的利息，类似银行的活期存款。一定要记得，千万不要选择太小众不知名的借贷项目，避免存款的稳定币被卷款跑路。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看锁仓量，平台拥有的资金越多，意味着项目会越安全。分享我的办法给各位哈，我会来到 DeFi Llama 当中看各个公链当中龙头的借贷协议，一个一个点进去看一看收益率如何。不同公链的情况不同，有些公链呢有大户疯狂借贷导致的利息会高一些，有些公链大户没有那么的 formal， 借贷行为比较少，那么利息就会低一些。在 DeFi Llama 这里可以看得见有不同的公链，点进去就可以看见不同公链的借贷龙头是哪一些，选择龙头呢会相对的安全一些。有一条公链我发现到它的借贷协议利息目前还是挺不错的。开始说具体的项目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看正常的借贷利率大约是多少。在以太坊主网 Aave 蓝筹的借贷协议当中，稳定币的利息大约是 6% 到 7% 左右，中心化交易所的稳定币活期存款利息大约是 3% 左右。先给各位知道目前市场的正常借贷利率水平，如果其他平台低于这2个数字就没有必要去了，可以直接来到 Aave 或者中心化的交易所。众所周知啊，公链的竞争越激烈，对我们用户越有利。公链项目方会拿出自己的代币来做补贴，鼓励我们把资金留在他们的生态当中。SEI 公链一个并行 EVM 叙事的公链项目，他们最近拿出不少的代币来做活动，关注的人似乎不太多，所以这条链上面的稳定币收益还是很不错的。SEI 公链最大锁仓量的项目叫做 Yep Finance 借贷协议的项目，有6300万美金的锁仓量，占了整条公链超过60%的资金量。这个项目很意外的非常早期，在6月份的时候横空出现，快速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将锁仓量提升到6000多万美金的水平。2个很主要的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该项目推出了空头积分的活动，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获得了 SEI 公链很关键的扶持，奖励资金存入他们的平台当中。基于 SEI 给的代币奖励，这个平台的存款收益率还挺高的，有 20% 的年化回报，其中 13% 会用 SEI 的代币来发放，剩下的 7% 利息会用稳定币来发放。赚取 20% 收益率的同时呢，还可以顺便拿到这个平台的项目空头积分，算是一个额外的收益，没有办法量化他们的价值。如果大家要参与他们的稳定币挖矿，按理来说需要拥有支持 SEI 的公链钱包，因为它是一个并行 EVM 的公链，所以和以太坊 0S 开头的地址不一样。但是 SEI 最近升级了，可以直接用 MetaMask 来连接钱包了，但是有一个额外的动作，连接钱包之后系统会提示我们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跳转来到 SEI 的官网，用自己以太坊的钱包可以生成对应的 SEI 地址，然后在中心化交易所可以把 SEI 的代币提币来到这个地址，就可以来做燃气代币了。
稳定币的部分呢，点击这个 bridge， 然后输入你想跨链来到这里的稳定币，例如 USDT， 它就会帮你搜索有哪一些的跨链桥可以使用。你可以把其他公链的稳定币跨链来到 SEI 上面，然后就可以来参加稳定币挖矿的活动了。下一次如果大家看见存款的利息高于借款的利息，可以有一种玩法，存入资产拿到高利息，再用低利息呢把资产给借出来，再存回去，再拿高利息，我们就会获得 20% 减掉 9% 的这个利息差，这就是额外的收益。轮番几次操作呢，我们就会大幅度提高自己获得的年化回报。这个操作我们叫做循环贷，只不过现在 Yet Finance 当中不能再使用这个方法了，因为他们的借贷额度已经被用光了。现在只可以存款进来，但是不能借款了，循环贷的策略就不能去使用了。链上的聪明钱很多，每一次有这种可以操作的机会，很快就被抢光了。另外一个我发现到的，在镍公链的这个机会也是被抢光了，因为他们有镍的代币补贴。如果大家可以提前发现到的话，也会是非常香的稳定币矿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循环贷的策略学起来，下次看见机会之后可以快速的直接进行操作。当然也欢迎各位在 Talk 圈的 Discord 群组当中和我们分享，群友们可以互相帮助，互通有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聊第二个稳定币挖矿的策略，在交易所当中我们去添加稳定币的流动性。在借贷协议当中我们存款，我们可以赚到借贷的利息，在交易所当中我们添加流动性，可以获得交易的手续费。扒了不同公链的不同交易所之后，我们发现到有一条公链这部分给的补贴相对的多一些，这条公链呢是 Starnet 以太坊的2层公链。这条公链最大的交易所呢叫做 Ecubo， 它有7700万美金的锁仓量。这个项目拿到不少的 STRK 代币来激励自己的平台。怎么样来瓜分海量的 STRK 代币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在交易所当中去添加流动性，我们除了可以拿到手续费的收入之外，还可以瓜分 STRK 的代币奖励。稳定币的池子 USDC 跟 USDT 的代币呢 LP 能够拿到 20% 年化的收益。点击稳定币的池子，然后往下拉，这里可以输入你们想要存入的代币数量，然后可以看得见你们预计的年化收益率。 0.05% 呢是你们交易手续费的收入，这部分很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可以额外拿到 20.69% 的这个 STRK 的代币奖励。所以总体来说，我们来这里去存款稳定币的交易对，可以拿到年化 20% 的收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有一点要提醒各位，我们挖矿得来的 STRK 代币呢，并不是实时提取，可以实时挖提卖的，他们是每2周发放一次。下一次发放领取的时间是7月26日，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界面当中，可以看得见你们每一天挖到的 STRK 代币的数量是多少。如果大家懒惰去其他公链的话，但又想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收益率也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3个策略，善用利率收益平台 Pendle 就可以达到了。只不过待会儿介绍的机会仅限于以太坊主网，燃气费或许会有些许昂贵，大家如果要操作的话，记得在燃气费低的时候才动手。可以看一看这个网站 GRAL 的数值越低呢，燃气费会越便宜，它会列出不同时间节点的燃气费，一般凌晨的燃气费会比较高。我也会把网站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，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取。在 Pendle 的项目当中，如果大家获得稳定币的收益，可以尝试购买 EDINA 稳定币 USDE 它的 PT， 收益呢大约是 17%， 67天之后到期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这67天里头，你可以享受到 17% 的年化收益率，但需要等待到到期日之后才可以无损把资金给取出，但也就2个月的时间，也还行。如果你觉得年化 17% 的收益率还不够高，还要去锁仓2个月的时间，这个策略没有比前面介绍的几个策略来得更加好的话，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去提高你的收益率，获得更高的年化回报。我们点击这个铺，我们可以为 YT 和 PT 的交易员去提供流动性，收益率呢可以达到 30% 多。存入这几个代币都可以。EDINA 现在有活动哈，持有他们家的稳定币，我们可以获得积分，之后可以拿到第2季度的空投。如果你来到这里去做 LP 的话，也是可以获得一些积分，之后还可以拿到 EDINA 的一些空投代币。如果你们很在意这个空投，因为做 LP 可能会让你的空投积分有一些无偿损失，你们可以点击这个无损模式，你会收到相应的 YT。如果你不在意积分的损失，你可以关掉这个零损的模式，纯拿 LP 去挖矿，年化收益可以很轻松达到 30% 左右的水平。
但是这个方法有个问题，如果之后有很多人来到 Pendle 当中去添加流动性，可能会稀释掉我们的奖励，因为在这里呢，我们去添加流动性，大部分的奖励是来自 Pendle 的代币的，所以如果之后越多人来这里挖矿，奖励就会被稀释的越少。如果大家还不满意 30% 的稳定币挖矿收益该怎么办呢？有一个方法，但风险会相应的稍微有点提高，因为我们要用到稍微比较小的项目叫 PenPy。TalkChain 的朋友们应该都不太陌生，这是 Pendle 生态底下的一个产品。我们在 Pendle 上面存 ETHNA 稳定币的 LP 收益大约是 30% 左右，但是如果我们通过 PenPy 去存入的话，稳定币的收益可以达到 61%。这里顺便跟各位解释一下 SUSDE 跟 USDE 有什么区别。ETHNA 的稳定币叫做 USDE， 是1枚等于1美金，是强绑定的。如果大家把 USDE 质押在 ETHNA 的平台，可以拿到 9.4% 的利息，然后可以拿到 SUSDE 的收据。1枚 SUSDE 的价值会超过1美金，因为 ETHNA 的质押利息呢会慢慢的让 SUSDE 呢越来越有价值，所以这里呢大家选择哪一个都可以，不用太担心。如果选择96天之后到期的 USDE 的 LP 池子，可以拿到 61% 的年化收益率。具体为什么在 PenPy 上面存款可以拿到比 Pendle 存款当中更高的 APR， 这期视频就不过多说了，原理在之前的视频应该都说过，如果大家还不清楚的话，可以进入到我们 Discord 群组当中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，免费进群，欢迎各位。点击这个 Get USDE 的 LP， 然后会跳转回到 Pendle 的平台，在这里我们去添加 LP， 然后回到 PenPy 当中，把你们的 LP 存款进去，就可以去提高你们的年化收益率了。虽然有点啰嗦，但是还是得提醒一下各位，在 Pendle 上面去叠加 PenPy 呢，虽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，但是会叠加多一层的合约风险，这些风险大家都一定要考虑进去。好啦，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好奇大家手上是否还握有稳定币，还是说子弹已经全部打出去了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一下你们目前的策略，以及手上主要握有什么样的代币，我们也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分享不同资产的最优策略给各位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。我是 CH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